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他在舞台上照常交出 C 位，并鞠躬感谢工作人员。杨紫的出名并非空穴来风。2017年的芭莎慈善晚会，可以说杨紫是舞台上最脆弱的存在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欢乐颂的一群艺人齐聚一堂，他们用不同的手段和技巧争夺 C 位，和杨紫形成鲜明对比，女明星们显得格外沉静。不得不说，杨紫的火力并不荒谬，不与人交流，让她走得特别远。在那次晚会上，她一上台就走到了台边，她一边拍着聚会的照片，一边把 C 的情况让给了其他人，甚至把自己的情况也让给了别人，悄悄离开了。到后面，因此本来就个子不高的她，直接被前面那些高大的人挡住了，她也被挡住了，可以说是牢牢地阻挠着她。只允许露出一个小脑袋，但与其说协调人是故意骚扰杨紫，或者是针对杨紫，倒不如说是杨紫自作自受。说实在的，大家都对杨紫有些愤愤不平，不过这也不是杨紫第一次这么做了。之前的微博晚会，统筹人为了名气给杨紫安排了 C 位，然而杨紫看到刘涛的时候，就站出来交出了自己的 C 位，交给了这些前辈。杨紫看到徐峥和吴京的那一刻，并没有决定不理睬他们，正打算对他们表示欢迎，可是看到两人来的火热，她也懒得惹他们。综合考虑，她站在一旁，看着两人咧嘴笑着，相信两位经理会在坐下之前离开。在媒体上说杨紫对这些肥猫格外讨人喜欢是不恰当的。除了她对媒体上的长辈特别尊重之外，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她的仁慈和尊重。就在杨紫和黄晓明一起去电影见面会的时候，有个小艺人有点矮，被黄晓明挡住了。见状，杨紫将他拉到身边，咧嘴一笑。有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正在开会的记者与他进行了交谈，他跪下敲了敲他身边的座位，表示他们正在开会，不需要那么拘谨和忐忑。的确，即使是在每年的演练之后，杨紫都会时不时的鞠躬感谢工作人员的努力。明明有人会说杨紫都是想象出来的，但谁能一直这样想象呢？一个人可以想象一小会儿的日子，而杨紫却坚持了这么多年。她用自己的爱心接触过很多人，帮助过很多人。杨紫的这些表现足以说明杨紫的大度和自制力。很久以前她就知道，当属下的时候，她应该把自己当人，她应该理解和看待自己；当她比别人优秀的时候，她应该把别人当人，看待别人。有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大脑，还有这样一种合理的尊重感，她深受大家的爱戴。杨紫能在分流圈中不断出名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不是荒谬的。杨紫在媒体上的名气这么多年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是她应得的。如果她不为人所知，那么商人就真的很残酷。期待杨紫能有更好的转机，相信杨紫能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。杨紫的仙侠姐姐绝对不是虚名。对于奇幻节目中的艺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真正不褪色。杨紫的仙侠秀可谓是妖精气盛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四面八方制作，剧情气势磅礴。杨紫在剧中的表现层次分外，充满了代入感。直到今天，这出戏还经常被观众重播。青云志系列精美绝伦，照片容光焕发。杨紫在剧中的表演毫无保留，将感情和细微之处刻画得犀利而醒目。该剧因众多迷人的人物和奇观而闻名。白蛇传节奏紧凑，情节异常耐人寻味。杨紫在剧中不断突破自我，一般不会被脸书强迫。翻译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，非常完美。沉香如碎花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场小精灵秀，知名度和口头交流都达到了2倍高。到目前为止，它肯定是当年仙侠剧中最好的一部，没有之一。艺人演技精湛，点缀美轮美奂，剧情精彩，照片可爱。杨紫的演技震撼了全场。假设演戏分为能力和能力，杨紫有天赋和能力，都是一流的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笑容，她并不总是沾沾自喜或不耐烦地磨练自己的表演能力。杨紫演技精准，
勤奋、认真、敬业，情商超高，并且识别同样准确，在目标市场中非常有名，属于无限量消费类型。娱乐企业内部的资产和他们自己的成功是优越的，所以杨紫对仙侠一姐的称呼并不总是假名，而是名副其实的。现在95后、00后的仙侠小花成长迅速，很多人资产精准，演技精准，颜值精准，这会对仙侠姐姐的安置产生影响。正如发音所说，100英尺的杆子现在不再留人，即使它并不总是真正的进入。100英尺的杆子应该取得进步，衣食准则的竞技场是全身，仙侠一姐却愿化的硬朗。03，肖战完成了暑期作业，还有无数的机会不现。在梦中的海登顶之后，不断有声音催促肖战报名参加。在他们心中，肖战作为巅峰巨星，不可能天衣无缝地融入组织，也不能365天在横店生活。简单的接受和想象几乎是困难的。秋意渐浓，暑期游即将结束。有网友总结了肖战在他不再加入组织的这段时间里所做的话，已经拍摄了24个单元的代言物，录制了6个标志性的停留宣言，以及玉骨遥遥的配音，变成了完成。但除了锻炼、饮食和生活之外，还要达到以下职位的巅峰状态。由于被掩盖的假期不到几个月，因此最好有一些实际的时间来放松和放松。一直在忙碌的肖战，丝毫不为自己设限。进入企业以来，曾尝试过唱歌跳舞，受到广泛好评。至今，那英、张韶涵、周华健的副歌依然很有名。在表演方面，肖战最大的亮点就是穿古装。无论是万里北唐漠然，还是魏无羡，还是石影，都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。这样一个淡泊于世俗的国际，拥有一个过分活泼好看的人，无疑是游走于天地间，来去无忧的旅人。儿子如玉般非凡，这种仙气在如今的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中并不常见。对于不同的角色，肖战的气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你在王牌部队中看到的是士兵的自负，承受着屈辱的重量。不会特慢的诗，海边那无伤大雅的笑容，对于一个刚开始恋爱的军人来说，同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朴实浪漫。在梦中的海中，肖战穿上70、80年代的名牌服装和帽子，骑在28、98，和4、5个朋友一起驰骋在大街上，就连笑容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类异常的精力和奔放。在现在的2部剧中，肖战找不到历史木偶剧《卓氏家公子》一位刘仙中不再消耗烟花，而是在用我们这边。我们在生活中有着同样的烦恼，同样的最终酒店和难以承受的负担。目标市场表示，一直在赌同样角色的演员正在转向他们的安慰部门。虽然这样玩起来更安全、更简单，但如果他们长时间住在安慰区，他们可能会陷入年龄危机，并且由于新鲜度不足，目标市场将经历越来越喜欢嚼蜡。突破这个障碍需要勇气，甚至更大的尝试和牺牲。从话剧表演到王牌战队，再到梦中的大海，肖战在跌宕起伏中不断磨砺自己，提升自己。在忙碌而愉快的夏季游览之后，肖战也可以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。我同意他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可爱霸道深情的盛阳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